样是父亲，朱和与李二教出来的孩子怎么差距就这么大？朱和给了朱露他能给的一切，纵容、包庇、无底线的退让。李二什么都没给李怀，没给他身份，没给他资源，甚至连自己有多厉害都不让他知道。可一个被人救了好几次，转头就要杀恩人，另一个得了别人的好，惦记着要买本书报答。同样是剑来里的父子，朱露和李怀活生生走成了两个极端，造就这一切的恰恰是他们身后两个截然不同的父亲。先看李二怎么当爹的，久经五夫，保平州最强战力，但在家里又是离珠洞天一个窝囊的庄稼汉。他不是不能跟儿子亮身份，而是刻意不说。他要让李怀从小就觉得我家本来就穷，我爹没出息，我姐也扭扭捏捏的，我就怕等我娘老了以后吵架吵不动了咋办？我要是靠讲道理，我们家岂不是得被人欺负死？这份苦心没白费。李怀不知道爹是高手，从没觉得自己高人一等，加上齐敬春亲自教他读书，种下了是非善恶的根，受了恩记得还。陈平安帮过他，他就念着给人家买本书，出门游学，还不忘给姐姐张罗对象。我有一个姐姐，要不要以后介绍你们认识认识？她叫李柳。这种孩子你在生活里碰到过吗？不一定多聪明，不一定多有出息，但你帮了他，他记一辈子。李二的教育看似什么都没做，实际上全做了。自己用烟火气磨性子，让齐先生替他正心性，一个肃筋骨，一个立规矩。而且这个爹平时有多窝囊，关键时刻就有多狠。李怀在大隋书院被世家子弟欺负，李二一个人打进京城，扛着护国大阵，与整个大隋为敌，9境不够，当场破10境，打得举国无人敢吱声。这一段我每次看都起鸡皮疙瘩。真正的父爱从来不挂在嘴上，平时他可以窝囊，可以认怂，但你碰他孩子试试。再看朱和，出身家生子，修炼到5境不容易，但正因为出身低，他对女儿始终有份亏欠，这份亏欠变成了溺爱。朱罗犯了错，只嘴上说几句，陆儿，爹的话你可能不爱听，但祁敦山巅一战，你确实做错了，从不追究。更致命的是，当他明知朱露要杀救命恩人陈平安时，依然选择纵容那份对孩子的爱，已经蒙蔽了他的三观。这是朱和这个角色最让人叹气的地方。他不是坏人，甚至你可以说他是个好爹，但好爹和好人之间，他选了好爹。结果呢，朱露才5到2境就自以为了不起，恩将仇报，连亲爹都敢算计。爹，我杀了陈平安！你小姐的脾气，如果知道我对陈平安动手，就算我不死，也会把我废了的爹！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，阿良让朱露做选择那一幕，他一味的哭却不开口，还故意掐破手心，让自己哭得更惨，把话语权丢给父亲，让朱和替他去死。他为什么敢？因为从小他就知道，只要我哭，父亲就会替我扛。说实话，这一刻我甚至觉得朱露比坏人更可怕。坏人至少知道自己在作恶，而朱露可能压根觉得这没什么问题，反正我爹替我扛过一辈子了，再扛一次怎么了？这也是陈平安那一巴掌的分量。14岁的少年气得浑身发抖，不是因为朱露要杀自己，而是他连亲爹的命都不珍惜。平安，陆怀只是个孩子。李二藏拙于前，护犊于后，教出的李怀穷且有骨气，朱和亏欠在先，纵容在后，养出的朱露恩将仇报。说到底，差的不是天赋，不是资源，是父亲这面镜子照出了什么光。李二让李怀看见，爹不行，你得自己撑起来。朱和让朱露看见，爹欠你的，全世界都该让着你。有人说，父母最大的成功不是给孩子留了多少钱，而是在他们离开之后，孩子还能好好活着。李二做到了，所以李怀走到哪里都有人帮。朱和没做到，所以朱露的路越走越窄。恶而自知是真小人，恶而不自知那就是蠢。朱露的悲剧从来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错。